在位56年的秦昭襄王去世后，秦孝文王和秦庄襄王也在短短的3年零3个月里相继去世。13岁的嬴政继承王位。嬴政年幼，秦国的大权就由母亲赵姬和仲父吕不韦把持。而赵姬原本就是吕不韦的小妾，后来送给了异人，现在异人也去世了，他们两人又是秦国最有实权的人物，于是两人又旧情复燃，经常私通。吕不韦的财富和地位也都达到了顶峰，他坐拥洛阳10万户，家里奴仆上万人，门下食客3000多，可谓是富可敌国。为了能青史留名，他让手下的门客将所见所闻都记录下来，综合在一起，成为8览、6论、12记，共20多万字。这就是《吕氏春秋》，战国末期杂家的代表之作。他把书的内容直接公布于咸阳的城门旁，让诸侯各国的游士宾客们阅览，并提出若有人能增加或删减一个字，就奖励1000金，这就是1字1000金的来历。此时吕不韦的名和利都达到了顶峰，可心的苦恼也出现了。看着嬴政一天天的长大，很快就要亲政了。他和赵姬的私情一旦被嬴政知道，肯定不会放过他，那他前半生的所有努力就都白费了。可要是现在就突然和太后断绝了关系，太后也不会让他好过。正在他绞尽脑汁、左右为难的时候，他门下的舍人李斯悄悄地给他推荐了一个人，此人名叫嫪毐。据《史记·吕不韦列传》记载，嫪毐本是一个市井小民，但他有一项绝技是无人能及的，就是他有个异于常人的阴具。他可以用阴具穿过桐木车的车轮，推着车轮绕庭院狂奔而不坠。吕不韦把他收为自己的门客，然后让人偷偷地把嫪毐的这项能力告诉给太后。太后听后果然动了心思，吕不韦就赶紧安排。他先找人故意诬告嫪毐犯法，经审理，嫪毐按罪当施行宫刑。然后吕不韦买通施行的人，只是给他拔掉了胡须，直接送到宫里充当宦官，侍奉太后。太后体验过之后非常满意，完全不能自拔，日夜恩宠嫪毐。他们两人都高兴了，吕不韦也可以全身而退了，皆大欢喜。但后面所发生的事却是吕不韦没有想到的。一方面，赵姬和嫪毐玩的有点过火，守寡多年的太后居然怀孕了。为了瞒天过海，赵姬假装找人卜了一卦，说她需要搬出去住一段时间，要不然会有大灾降临。征得嬴政的同意后，便带着嫪毐搬到了雍地的宫殿中居住。另一方面，嫪毐长期受太后的恩宠，权势越来越大。嫪毐被封为长信侯，得到了山阳作为封地，后宫的大小事务也都由他来决定。之后又把河西的太原郡也封给了他，还更名为嫪毐国。渐渐的，就连朝廷大事也让嫪毐来做决策。他家中的同仆宾客多至数千人，投奔他求官求势的宾客舍人也有1000余人。他专权国事，拉拢官员，形成可以和吕不韦相抗衡的一股政治势力愈发的骄横。在一次宴会上，嫪毐与大臣在饮酒时发生了口角，大声地喝道：“我乃秦王的假父，怎敢与我斗口？”于是有人便给嬴政举报嫪毐是假太监，并和太后行男女私乱，还生下2个儿子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还和太后密谋，等嬴政死后就让他们俩的儿子继位。嬴政知道后气愤不已，下令彻查此事。公元前238年，嬴政在雍城的齐年宫举行冠礼。嫪毐担心自己的罪行败露，就和自己的党羽密谋，盗取了太后的玉玺，调动县族和宫卫士族发动了政变，史称齐年宫之变。嬴政早有准备，命令昌平君和昌文君率领军队平息叛乱。嫪毐的叛军与秦军在咸阳交战，嫪毐兵败逃亡。嬴政下令，生擒嫪毐者赏钱100万，找到嫪毐尸体者赏钱50万。没过多久，嫪毐就被逮捕了。最终，嫪毐被五马分尸，灭3族。赵姬则被关进雍城的富阳宫里软禁。嫪毐与赵姬所生的2个儿子被装进麻袋里，活活摔死。至此，嫪毐之乱彻底结束。嫪毐死了，可这件事吕不韦也逃脱不了干系。公元前237年，嬴政免去了吕不韦相邦的职务，并遣出京城，让他前往封地洛阳居住。可吕不韦到了洛阳后，宾客使者依然络绎不绝，
就算不在朝堂，依然可以左右秦国的决策。嬴政非常生气，让他立即搬往蜀地。吕不韦也清楚，无论他走到哪里，都会有宾客登门，就算他去了蜀地，也依然不会打消秦王的猜忌之心。此时唯有一死，才能让秦王彻底放心。于是吕不韦饮鸩而死。他从魏国的一个商人成长为秦国的丞相，完成了自己人生的逆袭之路。也因为他的功劳，才把千古一帝的嬴政送上了王位。而此刻，他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，大秦帝国的强盛也有他的一份功劳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